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延续之前的话题了。在之前我有做过一期影片讲纯兵玩家的优点跟缺点，并且还说到不要再玩纯兵了，痛苦至极。但是变成了今天，反而大多数的玩家跑来羡慕我了。为什么反转这么快？由于第8代骑兵出现的关系，变成基础呢必须要有2队骑兵，甚至还推荐出3队骑兵了，就变成我这种玩5队骑兵的玩家非常爽。之前就已经提前准备好5队骑兵、5队装备，就是军器还没有搞好而已。但是其他兵种反而就没有这么推荐了。所以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纯骑兵玩家现在比较吃香，其他的兵种到底吃不吃香？我发现到评论区还是有部分玩家是玩纯步兵的，顺便搭配玩全骑兵、全工兵、全步兵的玩家要怎样搭配？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出的统帅。其实官方它都有设计每一代统帅必须要有一个野仗的，只是看野仗的强度到底有多强而已。那我们从最左手边的骑兵开始讲起吧。只能说万国觉醒对骑兵是真的非常偏心，并且从前阵子开始，萨拉丁是从 MG 已经搬去转盘了，所以实际上你们可以看到幸运轮盘呢，除了武田之外，其他统帅都是必备的骑兵统帅。当然或许有一些玩家是不会用到萨拉丁的，但至少可以看到有5位统帅是我们必须要准备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玩家说骑兵玩家非常吃香，确实也对骑兵玩家来说非常有利，甚至有些 MG 统帅还可以拿去打野仗的。而且骑兵要搭配5队出来也算是比较简单。举个例子，加上第8代的骑兵霍去病的话，霍去病、贞德、司机、威廉、项羽、查士丁尼、项羽袁义经、项羽图拉真、项羽穆罕默德、项羽本多忠胜、萨拉丁李成桂、萨拉丁波罗头、萨拉丁铁木真、阿提拉武田。就算我不包括霍去病跟查士丁尼，也是一样可以出到5队骑兵的，基本上要野仗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我们换去步兵。其实严格来说，步兵除了托军金之外，其他的步兵统帅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过大多数的统帅要搭配关羽或者是大 CP 会比较好一点。并且步兵最大的问题是，它并不是每一代统帅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才会感觉步兵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尤其是关羽之后，哈拉尔托军金其实比较少玩家去使用，存在感比较强的就只有大 CP 啊。后来塞尔贡的技能问题又变成没有玩家想要去用它了。严格来说，因为 K1、K2 的关系，所以理查、亚历山大还是有部分玩家会去使用。由于后期的步兵表现都不太好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玩家只是选择关羽跟大 CP 啊，才会感觉纯步兵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纯步兵玩家要搭配5队好像有一点难度。我觉得可行的5队搭配包括塔里克巴加尔、大 CP 啊、托军金、关羽萨尔贡、哈拉尔查理马特，剩下最后一队有一点难搭配因为其他的骑兵好像都不太行，基本上能用都已经给我选走了。剩下理查、亚历山大、君士坦丁、18大王这几个统帅，其实以现在征服赛季来说都不算特别好的统帅，应该说是很少会出现在野仗了。所以我才会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有推测官方必须要出一个比较好的野仗了。假设官方再不救步兵的话，纯步兵玩家是真的玩不下去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因为从第4代开始，步兵玩家是一直失望了。再看一下统帅出现的时间点，第3代的步兵关羽是在2020年1月6日出现的，等到10月将近1年了，然后出现了哈拉尔。有些玩家并不想要用哈拉尔，就跳过，等到第5代托军金。结果这样子一等，等了1年7个月的时间，依然还是让人不满意的步兵。接着又再等到第6代的大 CP， 但是时间已经到2022年4月25日了。对比起第3代的关羽是已经隔了2年。那你们觉得这2年时间里面，步兵玩家不会心动，不会想去练其他的兵种吗？你们也看到，只要官方设计统帅设计到不好的话，至少都要等10个月时间。我相信除了像我这样子只是玩单一兵种的玩家之外，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玩家这么有毅力去等下一代吧。并且混兵的玩法好像也是从第4代开始的，就是步兵开始没落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转头去玩其他的兵种了。那时候还没有普及这么广，依然还是有一些玩家去用哈拉尔。直到第5代的步兵托军金出现了之后，大家都已经决定好要玩混兵了。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前期步兵太强，太多玩家都是玩步兵的关系，官方想要分散一点，才会涉及到这2个统帅表现都不太好。那原本我以为大 CP 出现之后可以救回步兵，没有想到出现萨尔贡也是一样。可能游戏策划是发自内心的不喜欢步兵吧，但是严格来讲，步兵要组5队呢是比骑兵还要更难的。
接下来工兵，工兵反而是相反的那个，你们可以看到前期的工兵其实表现都不太好，甚至工兵为什么说是最可怜的兵种？你们可以看到转轮盘的部分，李成桂、布迪卡、诸葛亮这3个统帅是有用到之外，其他在转轮盘的工兵都表现的不好，又或者是野战很少会用到，反而一些比较好的工兵全部都是在 MGE。我感觉后期策划是觉得如果不再救工兵的话，是没有玩家要玩工兵了，所以才会选择把布迪卡、诸葛亮放在转轮盘，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官方是多么偏心了。为什么早期的步兵玩家可以肆虐整个万国觉醒，就是因为工兵没有崛起，没有工兵可以去克制步兵。所以我在这里郑重的跟所有步兵玩家讲，其实比起你们，工兵玩家才是最可怜的。除了要比其他的兵种花更多的钱之外，还要每次安排 MGE 拿统帅，就算你已经有工兵的队伍出去野战了，还要被骑兵克制，工兵普及度都没有步兵来的这么广，所以我觉得步兵玩家是真的不应该抱怨了。并且你们看以前的工兵要怎样搭配，阿曼尼、阿尔特米这2个都是在 MGE， 尼布甲尼撒、托米利斯全部都是在 MGE， 你们看看人家工兵多么可怜，你们抱怨什么？那我觉得如果工兵真的是要搭配5队的话，我个人会选择诸葛亮、亨利、阿曼尼、阿尔特米、布迪卡、李成桂、吉尔加梅森、托米利斯，尼布甲尼撒可能搭配拉美西斯，又或者是图特摩斯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搭配5队其实有点勉强了，要搭配4队其实还可以。至少我觉得用工兵搭配起来比起步兵是简单很多，但是相对的成本也比较高。你们也可以看到我有多少个统帅都是用 MGE 的统帅了，所以工兵确实是最费钱的。不过也还好，现在已经有 MGE 内定了，就变成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去拿 MGE 统帅。至于最后的领袖统帅呢，是很少有野战的，就只有几位统帅是野战能用，包括图拉真、本多忠胜、波罗头，其他的统帅不是驻防就是集结了。那么会不会有可能官方之后会设计一些野战统帅在领袖呢？去年10月在中国有举办线下见面会，他们是已经确定了领袖统帅以后只会设计驻防跟集结的统帅，不会再出现野战统帅了。假设你是有考虑过要出5队领袖统帅的玩家呢，我觉得你可以放弃了，转去其他的兵种会比较实际。那么官方是真的偏心吗？为什么只有骑兵特别好，其他的兵种表现都一般般？我个人觉得官方会设计骑兵比较强的，都是为了要符合战场需求。尤其是奥西里斯联赛，我发觉到官方每一次推出奥西里斯联赛都是接近骑兵就要出现的时间点，而且骑兵在奥西里斯联赛真的可以表现得比较好，跑得比较快，可以在更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毕竟每一次联赛都是争分夺秒，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才会在骑兵设计大多数的进攻跟集结。至于步兵承担了驻防的那一部分，可以看到早期全部都是在驻防的，至于工兵感觉都是集结驻防，集结驻防。但是你们看骑兵跟步兵双方的角色是在后期有兑换了，原本骑兵是专门集结，后来改去驻防，步兵在早期原本是驻防，后来改去集结，感觉策划试图要转换兵种的职位，只要骑兵出集结，步兵就出驻防，骑兵出驻防，步兵就出集结，所以上次我才会猜测说有可能下一代的步兵是驻防。不过等到下一次步兵出现，奥西里斯联赛应该结束了，除非官方又举办巅峰赛，就有很大可能会设计一个比较强的步兵。但是我觉得步兵的野战是必须要出现了的，不然比较起骑兵跟工兵，确实步兵太烂了。那么最后总结，如果你是打算要玩纯兵的玩家，优先推荐骑兵、工兵，最后步兵。当然每个兵种都有自己的缺点，玩家要自己做好心理准备。骑兵就是很容易被集火，工兵成本高，步兵野战的选择非常少，而且打出去的输出可能没有其他兵种来的高。没有做好这些心理准备的话，还是玩混兵会比较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